朋友们，在这个瞬息万变的时代，无论是个人生活还是职业生涯上，每个人都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压力和挑战。尤其在2025年即将来临之际，我们不得不思考，如何能在这个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中，找到生存和发展的空间。近几年来，经济环境的剧烈变化让许多人感到困惑。黄金价格翻了1倍，比特币的价格更是惊人地突破了10万美元的关口。与此同时，我们的薪水却没有显著上升。身边的朋友中，能够真正实现财务自由的人少之又少。在这样的背景下，努力工作似乎并不是通往成功的唯一途径，甚至有时候越努力越无望。那些一心想要通过拼命工作来改变命运的人，似乎越来越难以看到希望，而那些能够轻松购买资产的人，却在这个经济波动的时期中稳步向前，过上了理想的生活。这让我们不得不思考，这个世界到底公平吗？事实上，现实往往是残酷的，但游戏规则却是相对明确的。在这个充满挑战的时期，选择比努力更为重要。如果选择错误，即便再怎么努力，也不会有好的结果。因此，今天来跟大家聊聊那些看起来稳赚不赔，2025年却可能加速贬值的6样东西。这些看似安全可靠的东西，实际上早已注定了他们的命运。如果能够注意这些高风险的东西，或许能帮助你在未来的路上省下不少麻烦。首先，我们来谈谈现金。对于许多人来说，现金是一种最基本的安全感来源。当你手里握住现金时，似乎就拥有了一种无可替代的安全感，能随时应对意外的开支。然而，看看过去几年，特别是2024年，黄金和比特币的价格都在急剧上升，而你的现金却在迅速贬值。这是因为现金的购买力随着通货膨胀而不断下降。尽管你在银行里的存款看似稳妥，但这些钱并没有像你想象的那样保值，反而在悄无声息中流失了。而且，随着一些大型机构和政府开始将资金投入到数位货币和其他资产类别中，现金的地位越来越岌岌可危。你知道现在全球持有比特币最多的是谁吗？不是什么世界富豪，而是美国政府。没错，他们手里有21万枚比特币，而第2名则是中国政府，持有19万枚。是不是跌破你们的眼镜？这些政府靠没收非法所得交易等手段，囤积了大量比特币，还在开发自己的虚拟币。这说明了，那些看懂经济规则的人，早已将资金转向了更具增值潜力的资产。当然，这并不是要你立即去追逐比特币或黄金，而是提醒你需要重新思考，什么是资产，什么是负债。过去，我们习惯于将资金存入银行，期待着每年稳定的利息回报。然而，现实却告诉我们，若通货膨胀率达到5%，那么持有1万元的现金，在1年后的实际购买力将减少至9500元。
这样的贬值速度，在未来几年内可能会更为剧烈。存钱并不是唯一的选择，选择正确的资产才是当前最重要的。也许你会考虑到一些传统的投资方式，如购买房地产或股票，但这些投资也需要谨慎选择。过度装修的房子、高档奢侈品，它们可能在短期内看似有价值，长期却可能成为负担。选择正确将比盲目的努力更为重要。当我们意识到现金的贬值时，我们就需要开始寻找那些能够抵抗通胀的资产，这样才能在未来的经济环境中立于不败之地。第二，汽车贬值速度比以往更加快速，不仅仅是现金在贬值，还有许多其他资产也在经历价格的波动，而汽车就是极具代表性的产品。德国某些高端汽车品牌在购车后的3年内，平均贬值率可能高达40%至50%。假如你计划在明年花大钱购买新车，那么你可能会面临一个冒险的决定。此时，全球的汽车市场正在经历显著的价格下跌，二手车市场的情况更是令人惊讶。曾经被视为保值的品牌，例如丰田的凯美瑞和本田的飞度，如今也面临着价格的逐步下滑。这种变化的背后，主要是因为电动车的崛起打乱了传统汽车市场的格局。如今，电动车以其卓越的性能和环保特性，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消费者。过去，消费者购买汽车不仅仅是为了交通便利，更是为了彰显自身的身份和地位。一辆宝马、宾士或奥迪汽车能够让人赢得周围人的尊重，甚至会成为社交场合中的话题。然而，随着电动车的普及，一种新的价值观正在兴起。尽管电动车的价格不高，但它们却能代表环保和科技的前沿。这种新形象让许多传统豪车的身份光环迅速褪色。这一切都表明，汽车市场正在回归其最基本的功能——代步工具。消费者对于汽车的期待，已不再是过去的身份象征，而是更实用的需求。在这样的背景下，那些过去被视为奢侈品的汽车，将越来越多地被视为普通的交通工具。这样的转变将在未来的市场中显现出来。第三，奢侈品不再受到青睐。过去几年，像 LV 这样的知名品牌一直是奢侈品市场的佼佼者。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品牌却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尤其是在今年第3季度 ，LV 的营业额公布后，其股价不幸地下跌了好几个百分点。这一消息震惊了整个市场，大家对于 LV 这几年的业绩下滑已有所耳闻。然而，却没有人想到他们竟会遭遇如此大的波折。更令人担忧的是，并不是只有 LV 一个品牌面临困境，其他一些奢侈品牌如 Burberry 甚至做出降价的决定，将其爆款手提袋的价格降低了22%，而 Versace、Prada 等品牌也开始在电商平台上进行打折促销。这在过去是几乎不可能发生的事情。即使是香奈儿这样一向保持高端形象的品牌，
近期也在欧洲的市场上偷偷推出了优惠活动。这些变化都显示出，奢侈品市场正在经历一场重大调整。随着年轻消费者的崛起，过去那重以大 logo 为标志的奢侈品，逐渐被低调优雅的风格所取代。现在的消费者不再像以往那样，单单依赖于品牌的显示来彰显自己的身份地位。这重变化反映出一种被称为 luxury shame 的新趋势。这个词语的出现揭示了现代消费者的心态变化。虽然仍然热爱奢侈品，但过度炫耀奢华生活方式却让人感到有些羞愧。回想过去，老一辈人经历了艰苦的生活，他们拼命赚取金钱的目的就是为了改善生活状况，当然希望能让周围的人知道他们的成就和生活的改善。而如今，新一代消费者从小就在相对富裕的环境中成长，他们的价值观和消费观念自然与前一代人截然不同。这一代年轻人不再依赖外在的奢侈品来展示自己的身份地位，对于奢侈品牌的忠诚度不如以往，反而将重心转向了生活方式的选择。他们更喜欢通过独特的生活方式来展现个性，而不是单靠名牌的包包或手表。这使得近几年一些新兴活动，如户外运动、极限运动以及野外露营活动等，开始受到年轻消费者的热捧，成为他们表达自我的一种方式。第四，学历不再具有价值。曾几何时，取得一个学位被视为成功的象征，无论是家庭的期望还是社会的标准，学历都是进入职场的入场券。然而，如今的情况已经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学历的价值正经历着一场巨大的转变。根据一些研究数据显示，美国超过50%的大学毕业生所从事的工作与其学历没有直接关联。这意味着越来越多的求职者发现，虽然他们拥有高学历，但在职场上却面临找不到工作的困境。这种现象在中国同样存在，例如餐点外送员这类职业中，竟然有超过30%的人拥有大学以上的学历。在过去，考上大学是一项值得庆祝的成就，不论是家里的欢喜还是周围的祝福，这一刻似乎预示着未来的美好。然而，随着时代的发展，这个观念已经开始动摇，高学历的人数不断增加，但与此同时，这些人能够找到理想工作的机会却愈加稀少。一方面，高学历已经不再是独特的标志，另一方面，社会对于学历的需求却在逐渐减少。这种矛盾的现象让人倍感困惑。在这个充满挑战的环境中，求职者们开始感受到重压。面试官在审阅简历时往往对学历不屑一顾，甚至连1秒钟的注意力都不愿给予。如今的求职市场更注重的是实际的技能与工作经验，而非单纯的学历。一个人是否能胜任工作，往往取决于他的能力和表现，而不是他手中的文凭。在美国，一个月薪$3000的水电工可以轻而易举地找到工作，但大学生却面临着一大批的竞争对手。这样的对比让人更加质疑学历的价值究竟何在。随着教育体系的扩展，越来越多的人有机会接受高等教育，
只要有时间和金钱，许多人都可以进入大学的校园，甚至取得博士学位。这种情况使得学历的象征意义大打折扣，以至于学历已经无法成为区分人才的重要标志。人们开始意识到，单靠学历无法获得职场的青睐，真正决定成败的技能与经验的积累。第五 ，AI 技术对工作职场的威胁。人工智慧的迅速发展无疑正在重塑我们的工作格局，许多行业的从业人员都感受到强烈的竞争压力，尤其是传统职业。随着 AI 技术的进步，我们开始见证一种全新的工作环境的诞生。这种变化不仅影响了人们的职业选择，也重新定义了工作本身的意义。客服行业就是最典型的例子，许多企业已经将大部分客服工作转交给自动化系统。这些系统不仅可以24小时不间断地提供服务，还能迅速解决客户的常见问题。这对于传统客服人员来说，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挑战。许多原本稳定的工作岗位正在消失，取而代之的是由 AI 驱动的解决方案。例如，亚马逊的自动化仓储技术已经减少了对人工的依赖，让物流运作变得更加高效。AI 的影响不仅限于简单的重复性工作，它已经开始进军教育、医疗和法律等专业领域。2025年注定会成为人工智慧爆发的一年。OpenAI 目前的估值已经超过了1500亿美元，他们未来也会制作出更厉害的产品，比如大家预测的 Chat2 很可能会在2025年问世，届时整个市场将再一次迎来翻天覆地的变化。不只是软体在进步，硬体也不甘示弱。比如 Meta 最近推出的全息 AI 显示幕，看起来就像普通眼镜一样，但功能却强大得让人惊叹。他们这一款名叫猎户座的眼镜，刚上市就被市场疯抢一空。这种 AI 软硬体的联合爆发，究竟会带来什么样的未来？我们根本无法预测。人工智慧的快速发展，对于各行各业都带来了深刻的影响，对于每一位职场人士，都是一场关于生存和发展的挑战。唯有不断的创新和适应，才能在这场变革中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第六，实体店面的诈值风险。在当前的经济环境中，许多昔日繁荣的小店铺如今却难以为继。这一波关店潮仿佛是一场无形的风暴，席卷了街头的咖啡店、奶茶店。曾经梦想着拥有一家温馨小店的创业者，现在却不得不面对现实的残酷。曾几何时，实体店的成功依赖于固定客流量和优越的地理位置。然而，如今这些曾被视为金科玉律的经营理念，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线下店面的流量正在被分摊得七零八落，但租金却还是居高不下。来客流量的减少意味着收入的下降，这让不少商家陷入了困境。一位专注于店面设备回收的朋友分享了他的观察，他低价回收关闭店铺的设备，然后高价转手卖给新开的商家。然而，随着关闭的店铺越来越多，他的仓库却堆满了无法销售的设备。这一切都是市场环境变化的缩影，反映出中小型生意
所面临的巨大挑战。记住，抱怨不会改变现状，反而会让自己陷入更深的泥潭。重要的是，如何在这动荡的市场中找到新的客户来源，打破以往的思维框架，寻找新的流量获取方式，将成为商家生存的关键。例如，拼多多的崛起就是一个鲜明的例子。用一句像亿万富翁一样购物，吸引了无数国外买家。他们震惊地发现，原来商品可以这么便宜，在电商市场上取得了惊人的成绩。尽管平台上的卖家反映利润不高，但这并未妨碍消费者的热情。如今，数位化和网络化的趋势不可逆转，越来越多的商家开始转向线上经营，利用社交媒体和电商平台开展业务。在这个过程中，积极进行品牌宣传，提升自身的网络影响力，将成为商家必须掌握的技能。随着川普再次当选，他高调地支持比特币和 AI 人工智慧的发展，这些领域正在酝酿出新一波的财富神话。再都提醒我们，这世界每天都在变，从现金到汽车，从学历到奢侈品，从 AI 的崛起到实体店面的贬值，这一切都在告诉我们，这个时代正需要重新审视各种价值观，不能再简单地依赖于过去的认知来做出选择，应该如实面对变化，分析未来的发展趋势，从而做出更为明智的决策。无论是个人还是家庭，都应该保持开放的心态，随时准备调整自己的观念和策略。未来属于那些能够灵活应对变化的人，无论是财务管理、资产配置、职业的选择，还是生活方式的追求，理性和灵活性都是不可或缺的要素。唯有如此，我们才能在这个充满挑战的时代中，找到属于自己的立足之地，实现自我价值的提升。朋友们，感谢你看到这里。如果今天的分享对你有所帮助，请按赞，给我响应，回复一句“资产配置应灵活，面对变化无烦忧”。愿大家都能找到最佳资产配置方案，活出更有价值的人生。还没有订阅频道的，请点击订阅按钮，与我们建立更深的连接。欢迎加入会员，超级感谢！积极点赞分享，与同频之人共修福慧，随喜转发，助人助己，自觉觉他，觉行圆满，功德无量。